好，各位好，欢迎收看《桃花源记》。如大家所见，今天我们又来到了胡叔的茶园。这次我们将有机会完整的体验山茶油生产的全过程。走，跟我来。距离上次过来已经隔了20多天，茶园里的茶果都已经薅完了。采下来的茶果会在室内堆放几天，让茶籽起后熟作用，增加油分。随后，茶果就正式走上了生产线了。这是一台分拣设备，茶果在这条线上会经过数次的扒拉，最后尺寸大的抵达终点，尺寸小的中途下线。这个过程也会顺便过滤掉大部分企图混进去的汁液。把大果分拣出来的目的，其实只是为了方便后续机器破壳，所以大家如果要自己榨茶油，这一步是可以省略的。反正大果小果最后都会相聚一锅。哇，看这是分拣出来的大果。接下来，趁着天气晴好，茶果需要接受3、4天的晾晒。这个过程中，觉悟高的茶果会自行裂开，觉悟不高的也没关系。接下来就是一道酷刑。这就是专门为茶果脱壳的设备，这其中的原理，相信小学2年级毕业的同学都能看懂。传送带把果子送进碎壳机，分离成果皮和果肉。再利用它们不同的物理特性，卷走果皮，留下果肉。这种场面怎么少得了人菜瘾大的我？讲真，这个过程还是挺朴实无华且枯燥的。给你200在这儿干一天，你愿意吗？去壳后的茶籽马不停蹄地进入下一个流程。这个应该不用解释，主打一个干净又卫生。我弟爱玩水，没理由错过这种事。洗刷干净就要摊开晾晒，这个过程一般要持续10几天，才能使茶籽里面的淀粉和可溶性糖等有机物充分转化为油脂。这边都是已经晾晒好的果子，现在我要对它们动手动脚。如果天公不作美，这里也有专门的烘干设备来替天行道。这家伙感觉里边装个几千斤没问题吧？晾晒或烘干后的果子，还会由人工再挑出里边的壳，或者是坏果、霉果。完成这些处理后，终于可以开始正片了。我暗中观察了一番，茶油的生产过程大致分为碎、炒、蒸、炸几个步骤。鲁迅曰：“来都来了，那么……”今天我来正儿八经的体验一趟这个茶油是怎么榨出来的啊！这是粉碎机，吃进茶果，拉出粉末，效率还是非常高的。
第二站是翻炒站，在这里茶籽粉会被高温炒熟。好烫手，有一点淡淡的清香。现在是167度的高温。接下来还需要给炒熟的茶籽粉洗个桑拿，每次称出4.5公斤，也就是9斤的量，放进蒸笼。大概15分钟后，就可以解锁新的刑具了。茶籽粉需要放进这个大桶里边，手工压紧压平，然后盖上盖子。这样的工序要重复18次，直到填满最后一张饼。接下来就到了液压机的表演时间。好，开始出油打自动，把这个一转过来，起2动，来一下。你们应该听懂大叔的普通话了吧？出油后就可以让液压机切换到自动档，这样它会每4秒工作一次。榨完这一桶大概需要2个小时。这么一套完整操作下来，榨出来的叫做毛茶油，我们本地也叫清油。它最大程度地保留了营养成分，当然也不可避免会含有一些杂质。所以其实还有一个步骤叫做浸，讲白了就是静置存放，让杂质沉淀。大概1个月，山茶油会达到最佳口感。不过显然有些买家已经迫不及待。今天是开榨第1天，他们已经守在这里提走了深秋的第1、2、3、4、5桶油。翻满了，翻满啊！买家对这种汽油桶情有独钟，主打的就是一个土味。尽管胡叔这里有食品级安全的塑料桶，在我们本地，这种山茶油最贵的时候能到80-90一斤，还根本不愁卖，是过年时走亲访友的硬通货。很多人可能并不了解，山茶油被称为东方橄榄油，有些营养成分指标还要高于橄榄油。食疗作用优于其他任何油脂。我们也看到，山茶油的生产过程基本上是纯物理，并且这里所有的榨油设备都是食品级不锈钢，是真正的纯天然绿色食用油。我们县刚刚被评为中国长寿之乡，个人感觉吃山茶油的习惯功不可没。比起了解了山茶油的生产过程，我更大的收获是在与胡叔的交流中。据胡叔介绍，他之前也是山茶油的忠实消费者，在偶尔几次买到味道不那么纯正的山茶油后，他动了自己生产山茶油的念头。也可以说他的初衷只是让亲戚朋友能吃上健康油、放心油。这件事一做就是10年。其实起初他也对这个行业一无所知，直到入坑以后才知道，原来茶油回报周期这么长，受气候因素影响这么大，茶树至少要生长5年以上才能开花结果，所以前面7、8年都是亏损的状态。而我在创业路上遇到的也是同样的问题。虽然知道大方向没有错，但当下的状况就是困难重重，举步维艰。我问胡叔有没有打过退堂鼓的时候，胡叔的回答非常真实，无路可退。他和爱人结束了深圳的事业，卖掉了深圳的房子，投入到这里，从荒山起，一点点打造成现在繁花遍野的样子。而这个过程中，如果想放弃，是没有任何人会愿意来接盘的。
山也搬不走，投资也收不回，也就是说，退一步一无所有。好在最困难的时刻已经过去，近几年遇上了好年景，又得到了地方政府的大力扶持，湖州的油茶事业迎来了曙光。我们来的时候看到更大更先进的烘干设备正在安装，新的100亩树苗已经种下，今年挂上的果，不出意外又预示着明年的丰收。不远的将来，这里还将打造成全市的茶油标准化粗加工基地。胡叔的话鼓舞了我也由衷为他感到高兴，很乐于见到这样朴实善良的人获得命运的垂青，就仿佛自己也多了那么一丢丢的希望。临走前还有一件事要办，榨油后剩下的饼叫茶籽饼，这个东西可以用于鱼塘清塘，防治害虫，做有机肥，甚至是洗头，就很神奇。我们带点纪念品回去。还是热乎的啊！好的，那么本期节目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见。